朋友老王最近给我讲了个故事，他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干了10年，从一个愣头青管培生，一路拼杀到事业部总监，手下管着几百号人，年薪加上股票，税后直逼8位数。在我们这群老友眼里，他就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最终版，功成名就，家庭美满，在北京4环内有套大平层，开着卡宴，孩子上的是顶级国际学校。然而就在上个月，他裸辞了。消息传开，所有人都炸了，放着这么大好前程不要，疯了。我约他出来喝酒，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 T 恤，胡子拉碴，但眼神却是我10年来见过最亮的。他抿了口酒，淡淡的说，我不是辞职，我只是辞退了我那个当了10年的老板，我自己。他告诉我，压垮他的不是某个具体的项目，也不是某个难缠的上司，而是10年如一日的角色扮演。每天早上，他要在衣帽间选择今天要扮演的王总，是杀伐果断的，还是和蔼可亲的？是对下属恩威并施的，还是对老板绝对服从的？我像一个技术精湛的演员，演到最后自己都信了。直到有一天，我女儿问我，爸爸，你有多久没有真心笑过了？那个瞬间，他一身冷汗。他发现自己活成了一套精密的算法，输入 KPI， 输出结果，中间所有的情感、热爱、疲惫、怀疑，全都被视为系统 bug， 必须第一时间清除。他用10年的生命换来了一个看似完美的产品，一个叫王总的社会符号。但那个曾经喜欢在阳台弹吉他，喜欢看一整个下午蚂蚁搬家的老王，已经快要内存不足了。老王的故事不是个例。这几年，我见过太多像他一样的人，在某个看似寻常的午后，突然对眼前这份人人艳羡的工作感到了生理性的厌恶。他们不是矫情，也不是懒惰，而是一种更深层的东西在他们体内苏醒了。我们姑且称之为灵性。这个词被用烂了，听起来有点玄乎，但拨开那些故弄玄虚的外衣，灵性觉醒的本质不过是一个人终于开始对自己100%诚实了。而这种诚实在当下的职场生态里几乎等同于自杀。我们从小被植入一套价值体系，好好学习，考好大学，进大公司，升职加薪，买房买车。这条路被描绘成通往幸福的唯一路径。它像一条工业流水线，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打磨成规格统一的人才，然后输送到一个叫社会的庞大机器里，成为一颗颗螺丝钉。你有没有想过，这套出厂设置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让你幸福，而是为了让这部机器能够高效稳定的运转。你出卖的不是时间，是生命能量。我们常说打工就是出卖时间换钱，这个说法太浅了。灵性觉醒的人会看到更残酷的真相，你出卖的是你独一无二的生命能量。什么是生命能量？就是你早上醒来时那种对世界的好奇，那种想做点什么的冲动，那种内在的创造力。它是一天中你最宝贵、最精华的部分。而现代工作的本质就是用一份薪水买断你每天最精华的8至12个小时的生命能量。我有个做设计的朋友，极具才华，刚毕业时眼里有光，随便一个草稿都灵气逼人。后来进了一家知名的广告公司，每天的工作就是按照客户的要求改那些毫无美感的五彩斑斓的黑。一开始他还会据理力争，后来他学会了好的，收到马上改。几年下来，他成了公司最可靠的设计总监，薪水翻了几番，但我们都知道，那个最有灵气的他已经死了。他私下跟我说，我现在感觉自己像个充电宝，每天在家充满电，带到公司被各种项目、会议、汇报插满。一天下来，电被耗光，拖着空壳回家，第二天再重复。我不是在创作，
我是在被消耗。这就是真相。大部分工作并非在乎你的才华和梦想，它只在乎你的电量是否充足，能否稳定输出。你以为你在实现自我价值，其实你只是在完成一场能量交换。你用你最宝贵的生命力去交换一个可能与你灵魂毫无关系的目标，换取一些纸面的数字，去支付你被这个系统制造出来的各种账单。这场交易看似公平，实则是一场慢性谋杀。它谋杀的是你生命中所有的可能性。金钱焦虑，一个被集体催眠的剧本。很多人会说，没办法，要生活，要养家，没钱寸步难行。灵性觉醒的人会开始审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到底需要多少钱才能活下去？以及我内心深处对于金钱的恐惧究竟是来自真实的需求，还是来自社会的集体催眠？我认识一位前外企高管，年薪几百万。他告诉我，他曾经活在一种极度的金钱焦虑里。他需要用顶级的包包来证明自己的地位，需要每年去欧洲度假来填充朋友圈，需要给孩子报最贵的补习班来缓解自己的教育焦虑。他赚得越多，需要花钱的地方就越多，像个仓鼠一样在欲望的轮子里不停奔跑。后来一次严重的健康危机让他停了下来，在病床上，他开始反思那些昂贵的消费，究竟是我需要，还是我被告知我需要？出院后，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他卖掉了市中心的豪宅，换到郊区一个小院子，开始自己种菜、画画、做木工。他发现，当他不再需要用消费来定义自己时，他每个月的开销只是过去的零头。我才发现，过去的我不是在为生活赚钱，而是在为生活的幻想赚钱。他说，那种必须出人头地、必须光鲜亮丽的剧本是社会塞给我的。当我把剧本扔掉，我才发现，原来活着的成本可以这么低，而活着的质量可以这么高。我们对金钱的焦虑，很大程度上并非源于生存的真实压力，而是源于一种比较和恐惧的社会文化。恐惧被同龄人抛下，恐惧不符合主流的成功标准，恐惧失去社会的认同。当你灵性觉醒，你会开始区分生存和生活。生存需要的不多，而生活无关金钱，关乎丰盛。你会发现，内心的平静、健康的身体、有爱的关系、创造的喜悦，这些真正构成美好生活的元素，恰恰是钱买不到的。而为了那些钱能买到的东西，我们却往往牺牲了这一切。这才是最大的荒谬。当一个人开始对自己诚实，他会像戴上了一副特殊的眼镜，能看到这个世界运转的底层代码。那些过去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规则，在他眼里开始变得漏洞百出。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现代公司如此热衷于开放式工位和打卡制度？管理者会告诉你，这是为了促进沟通，为了扁平化管理，为了提升效率。但从灵性的角度看，这是一种极其精妙的精神奴役设计。打卡机本质上是一种时间契约的具象化，它在无声地提醒你，从这一刻起，你的时间不属于你了，属于公司。你的身体必须被锚定在这个物理空间里。而开放式工位则是一种无死角的监控，你的每一次走神，每一次私聊，每一次疲惫的叹息，都暴露在所有人的视线里。它剥夺了个体最需要的独处和内在空间，强迫你时刻保持一种在工作的表演状态。我有一个朋友，在一家以人性化管理著称的独角兽公司上班，他们有免费的下午茶，有健身房，有游戏区。但他说，那是他待过最累的公司，因为那种大家庭的氛围，本质上是要求你把公司当成家，模糊工作与生活的边界，让你24小时都处于一种待命状态。最可怕的不是996，
而是你明明身心俱疲，还要和大家一起玩狼人杀，假装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灵性觉醒的人会敏锐地捕捉到这种控制的本质，他们会感觉到自己的能量场正在被这种制度化的环境侵蚀。他们渴望的不是表面的福利，而是真正的自由，支配自己时间和空间的自由，以及发呆和放空的自由。这种对被控制的厌恶会让他们在格子间里如坐针毡，不是因为工作本身，而是因为那种无形的弥漫在空气中的精神束缚。现代职场的评价体系本质上是利润导向的，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看他多有爱、多善良、多具创造力，而是看他能为公司带来多少增长。这就导致了一个根本性的冲突：灵魂的价值观与工作的价值观往往背道而驰。灵魂追求的是什么？是爱，是真诚，是合作，是创造，是让世界变得更好一点点。而工作要求的是什么？是效率，是服从，是竞争，是绩效，是让报表变得更好看一点点。我见过一个做销售的女孩，天性善良，总是设身处地为客户着想。有一次，她发现公司一款产品有瑕疵，可能会给客户带来隐患，她便如实告知了客户，并建议他选择另一款。结果他被主管狠狠地批评了一顿，理由是缺乏职业精神，损害公司利益。那一刻他彻底迷茫了，他不明白为什么真诚和善良在职场里反而成了一种错误。这就是价值观的撕裂。当一个人的灵性开始提升，他的内在道德感会变得非常敏锐，他无法再心安理得地去推销一个自己都不信的产品，无法再为了团队合作去附和一个明显错误的决定，无法再戴着面具去参与那些言不由衷的饭局。这种内在的干净让他们无法再适应职场的浑浊，他们会觉得每说一句违心的话，每做一个违心的决定，都是对灵魂的一次凌迟。这种痛苦外人无法理解，在别人看来，这叫太理想化、太轴、情商低，但在他们自己看来，这只是在守护自己最后的一点真。当守护真的成本变得比放弃它更高时，离开就成了唯一的选择。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很丧。难道灵性觉醒了，就只能辞职躺平，归隐山林吗？当然不是。老王辞职后并没有闲着，他用自己多年的积蓄和几个朋友一起做了一个关于青少年编程思维的教育项目。项目很小，赚的钱远不如他当总监时多，但他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他说，我现在每天都在做我真正热爱并且认为有价值的事，我不再需要扮演王总，我就是老王。我面对的是一群眼睛里有光的少年，而不是一张张冰冷的 KPI 报表。我感觉我的生命能量正在被滋养，而不是被消耗。老王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灵性觉醒不是要你不工作，而是要你重新定义工作。它是一场从谋生到谋心的转变，一工作的升维，从职业到置业。职业 job 是你为了薪水而出卖能量的岗位，它的核心是交换。事业 career 是你为了晋升和成就感而规划的路径，它的核心是获取。而置业 vocation calling 是你的天赋、热情与世界的需求相结合的地方，它的核心是创造和贡献。灵性觉醒的过程就是推动你从职业和事业的二维平面跃升到置业的三维空间。你不再问这个工作能给我带来多少钱，而是问这件事能否点燃我的热情。你不再问我如何才能往上爬，而是问我能为这个世界创造什么独特的价值。这个置业可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我认识一个前程序员，他放弃了100万年薪，回到家乡开了一家小小的社区书店。
每天的工作就是选书、煮咖啡、和街坊邻居聊天。他说，他在这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连结感。我也认识一个前市场总监，他辞职后成了一名整理师，专门帮助别人整理房间和人生。他说，每当看到一个混乱的空间变得井然有序，一个焦虑的人变得轻松自在，他就觉得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意义。找到置业的关键，不是向外寻找，而是向内探索。问自己3个问题：如果不考虑钱，我最想做什么？这是你的热情所在。我做什么事情时，会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甚至愿意为此付费？这是你的天赋所在。我看到了这个世界上有什么问题，是我特别想去解决的。这是你的使命所在。这3个问题的交集，就是你置业的方向。2，先辞退你内心的老板。很多人即使辞掉了工作，也依然活在老板的阴影下。这个老板就是你内化的那套评判标准。你会不自觉地用效率、产出、意义来要求自己。休息时会感到愧疚，做自己喜欢但无用的事会感到不安。所以，在辞掉你外在的老板之前，请先辞退你内心的老板。允许自己无所事事，允许自己有一段时间只是去感受、去体验、去浪费。去公园坐一个下午，去看一场不知名的电影，去学一个看似无用的技能。这个无用的阶段是灵魂的修复期，你在重新校准你的内在罗盘，建立新的评价体系，不再用赚了多少钱来衡量一天的价值，而是用我今天有多喜悦，我今天有没有学到新东西，我今天有没有感受到爱，来评价。从小处着手，创造正反馈。你不需要立刻就找到终身置业，可以先从一个副业项目 side project 开始，用周末的时间去尝试一件你一直想做的小事，比如运营一个公众号，分享你的思考，比如在网上卖你手做的甜点，比如组织一个线下的读书会。当你在这些小事中体验到那种纯粹的、不为钱的创造的喜悦时，你的生命能量就会开始重新流动。你会发现，你不需要依赖一份工作来证明你的价值，你本身就是价值的源泉。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文章开头老王说的那句话：我只是辞退了我那个当了10年的老板，我自己。这句话才是整篇文章的核心。我们真正要对抗的，从来不是某家公司或某个老板，而是那个被社会规训、被恐惧驱使、被欲望绑架的内在的自己。灵性的道路，不是要你立刻抛下一切，逃离现实。恰恰相反，它要你更勇敢、更清醒地入世。它要你勇敢地看见，工作的世界或许能给你一张薪水单，但只有你自己的内心能给你真正的自由与圆满。它要你勇敢地选择，在每一个当下，是继续扮演一个有用的工具，还是活成一个有趣的灵魂。这条路注定是孤独的，因为当你醒来，你会发现周围的人大多还在沉睡。他们会不解，会嘲笑，会劝你现实一点。但请你记住，一种高级的孤独胜过一群人的狂欢。因为在这条路上，你失去的只是枷锁，而你得到的将是整个宇宙。